公元2世纪末的东汉王朝早已褪去昔日光武中兴的荣光，沦为一副风雨飘摇的残躯。朝堂之上，外戚与宦官如两股诗人的暗流交替专权，前者凭后宫之事善政，后者借军策之进乱纲，轮番啃食着帝国的统治根基。地方之上，豪强地主趁中央失控，兼并土地，私蓄甲兵，渐渐演变为拥兵自重的割据势力，形成尾大不掉的分裂隐患。更兼天公不作美，蝗灾、旱灾接连肆虐，农田受灾严重，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沦为流离失所的流民。当朝堂腐朽，地方割据，民生凋敝三者交织，一场足以席卷天下的乱世风暴已在无声中酝酿。就在这大厦将倾的危局之下，颍川郡的郭氏家族中诞生了一位日后将在乱世棋局中搅动风云的人物——郭嘉。颍川郭氏虽非汉末顶尖世家大族，却也世代传承书香，家风醇厚笃实。这种耕读传家的氛围，为郭嘉的成长埋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更关键的是，颍川在汉末本就是氏族文化的核心腹地，荀氏、陈氏、钟氏等顶级氏族世代聚居于此，不仅孕育出以清议品评、政治谋议为核心的文化风气，更逐渐凝聚成一个以智谋见长的颍川谋士群体。这一群体后来成为曹操统一北方的核心智囊班底，深刻影响了汉末格局。而郭嘉所属的郭氏与荀氏、陈氏两大家族早有世代交往的渊源，这份氏族圈层的人脉连结，不仅让郭嘉自小得以接触顶尖氏族的思想视野，更为他日后经荀彧举荐，顺利加入曹操集团埋下了关键伏笔。《三国志》明确记载，郭嘉少有远量，意为他年少时便显露出远超同龄人的志向与气度。彼时的他常与颍川名士子弟齐聚论道，纵谈天下大事，探讨时局走向。早期人脉的积累，对天下局势的敏锐感知，皆得益于颍川氏族圈的耳濡目染，而他对乱世走向的精准判断，对诸侯优劣的独到见解，更让家中长辈暗自惊叹，笃定这位少年绝非池中之物，未来必能在乱世中闯出一番天地。汉末局势愈发动荡，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的烽火席卷大半个中国，不仅撼动了东汉统治根基，更给了各地军阀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借平叛之名扩充兵力，抢占地盘，中原大地很快陷入前所未有的战乱之中。当天下人或为乱世惶惶不安，或急于攀附权贵寻求庇护时，郭嘉却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与远见。公元190年前后，为躲避颍川地区的黄巾余乱以及关东诸侯混战的波及，他选择暂避锋芒，离开家乡，辗转游走于汝南郡（今河南平舆一带）。这份游走绝非消极避世，更非单纯的隐姓埋名。依托颍川氏族在汝南的人脉网络，郭嘉一边妥善安置家族成员，一边以旁观者的清醒视角，默默观察时局演变，搜集各地军阀的动态。袁绍与公孙瓒在河北的拉锯争夺，到曹操在兖州招贤纳士，稳固势力，这些信息为他后来精准判断袁绍非明主，坚定选择投靠曹操，奠定了关键的认知基础。在那个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年代，郭嘉的低调自有深意。他刻意避开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不急于显露才华求官，以至于当时很多人都未曾听说过郭嘉之名，但与他深入交流过的有识之士，却深知这位年轻人胸中藏着惊世骇俗的谋略与事业，笃定他日后必能在乱世中成就一番大事业。
此时的郭嘉虽仍以低调姿态静观时局，却始终密切追踪着各路军阀的动向。袁绍的强势崛起，自然也牵动了他的注意力。在当时的天下格局中，袁绍凭借43公的家族声望，囊括河北4州疆域，加之田丰、沮授、颜良、文丑等谋臣猛将的辅佐，确实是最有可能平定乱世的人选之一。正是这份可能性，让郭嘉决定北上冀州亲见袁绍，他要亲自验证，这位让天下士人趋之若鹜的雄主，是否真的值得自己托付毕生才智。然而，仅在袁绍幕府停留数月，郭嘉便彻底看清了这位军阀的本质。他对袁绍麾下的谋臣辛平、郭图直言，明智之士会审慎衡量主公的气量，唯有主公能辩才、善用才，计谋方能落地，举措方能周全。可袁公虽效仿周公礼贤下士，却不懂用人之道。他谋虑虽多，却无要领；计策虽繁，却难决断。如此下去，一旦遭遇大难，必显危局。这番话精准戳中了袁绍的致命缺陷：徒有招贤的虚名，却无识才的眼光，用才的魄力，更兼性格优柔寡断，连基本的战略优先级都无法厘清。事实上，郭嘉投奔袁绍的公元191年，正是袁绍集团内外矛盾初露端倪的关键节点。对外，他与公孙瓒的界桥之战陷入焦灼，河北霸权尚未稳固；对内，谋士集团的分裂已悄然显现。沮授率先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构想，却遭到郭图、沈沛以汉室衰微、挟之无用为由激烈反对。田丰建议深耕冀州，休养生息，待根基稳固再图天下。袁绍却被扩张野心冲昏头脑，对这一稳健之策置若罔闻。而郭嘉在幕府中更亲眼见证了袁绍外宽内忌的种种行径，因猜忌沮授的威望，暗中削弱其兵权，对郭图排挤异己，构陷同僚的作为视而不见，纵容派系争斗。面对先平公孙瓒以固河北还是先征兖州以窥中原的战略选择，始终摇摆不定，导致麾下将士无所适从。正是这些细节，让郭嘉最终断定袁绍好谋无绝，绝非能成就大业的明主。这些观察与判断，恰恰印证了此时的郭嘉已形成清晰的择主原则，宁可不入仕途，也绝不投错主公。在他看来，若追随袁绍这样的领导者，即便自己倾尽毕生谋略，也会因主公的无断而难以施展，甚至可能在袁绍集团的内耗与败亡中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当天下士人争相涌向冀州，渴求在袁绍麾下谋取功名，实现抱负时，郭嘉却做出了逆向选择。他毅然离开冀州，重新回归低调观察的状态。此后数年，他继续蛰伏，等待着真正能让自己施展才华的明主出现。就在郭嘉静静等待机遇降临时，公元196年的曹操正经历着一场喜忧交织的人生转折。这一年，他亲自率军前往洛阳，将颠沛流离受制于军阀的汉献帝迎往许都，正式开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格局。这步棋堪称曹操早年最具远见的决策，让他瞬间获得了天下诸侯难以匹敌的政治优势。此后发号施令皆可借天子之名，天然占据师出有名的道义高地，招揽人才也多了匡扶汉室的正当性。可就在政治优势凸显的喜悦中，一则噩耗却让曹操陷入低谷。他身边最受器重的谋士戏志才不幸病逝。这位谋士绝非普通幕僚，而是曹操早期核心智囊圈的关键支柱。《三国志》明确记载，
戏志才多谋善断，专掌战略谋划。曹操每逢军国大事，必与其深入商议，二人往往一拍即合，默契无间。戏志才的突然离世，不仅让曹操陷入深深的悲痛，更让他切身体会到智囊空缺的焦虑。此后再遇复杂局势，他竟一时找不到能托付重计、畅聊战略的人。在悲伤与焦虑交织的情绪里，曹操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荀彧。作为曹操麾下的首席战略官，荀彧不仅自身以王佐之才辅佐曹操奠定根基，更以识人善谏闻名天下。此前他已为曹操推荐了荀攸、钟繇等多位顶尖人才，每一位都精准契合曹操的需求。于是曹操主动写信给荀彧，言辞恳切地表明心意，希望他在举荐一位有奇谋、能断大事、足以接替戏志才的顶尖谋士。荀彧深知曹操此时的迫切需求，迎天子迁都许都后，曹操正处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键阶段，对内需稳固许都政局，对外要应对袁绍、吕布等军阀的威胁，急需一位能洞察天下局势，在复杂变局中精准破局的谋略人才。稍加思索，荀彧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名字便是自己的颍川同乡与好友郭嘉。在荀彧看来，郭嘉的才智远超常人，尤其在战略预判与应变决策上堪称世间罕见。他既熟悉颍川士族网络，能无缝对接曹操集团的核心人脉，又比戏志才多了一份破局的锐度，不仅能完美填补戏志才留下的空缺，甚至能为曹操的大业带来更多突破性的谋划。正是基于这份精准判断，荀彧向曹操郑重举荐了郭嘉。这一推荐也成为改变郭嘉命运、更深刻影响曹操统一北方进程的关键转折。接到荀彧的举荐，曹操当即下令召见郭嘉。这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君臣对谈，没有繁琐的礼节，只有营帐内的坦诚交锋。两人纵论天下大事，从袁绍、吕布、刘表的实力格局，到未来统一北方的战略路径，两人的观点竟如事先商定般高度契合，越谈越是投契，仿佛早已相识多年。曹操原本因戏志才离世而空缺的战略共鸣，在与郭嘉的对话中被重新填满，而郭嘉也终于在曹操身上看到了自己寻觅多年的民主气象，一位既能理解他的深谋远虑，又有魄力将谋略落地的雄主。谈话过半，曹操终于向郭嘉袒露了心中最大的困境：袁绍占据冀州，又掌控青、并二州，地广兵强，屡次对我无礼。我早有讨伐之意，却担心实力不敌，你可有良策？这番话既是曹操对当前战略难题的坦诚倾诉，更暗含着对郭嘉能否担起重任的最终试探。面对曹操担忧实力不敌袁绍的核心困境，郭嘉并未局限于兵力对比的表层分析，而是以纵观历史的宏大视野与洞察本质的战略自信，为曹操搭建起一套穿透迷雾的研判框架。他首先援引楚汉相争的典故，明确指出，战争胜负绝非单纯取决于兵力多寡。昔日刘邦之所以能击败不可一世的项羽，关键在于谋略与智慧的系统性优势。这番话先为曹操破除唯兵利论的顾虑，更引出对胜负本质的深层思考。此前，荀彧已从杜胜、谋胜、武胜、得胜4个维度剖析曹袁差距，为曹操确立了可胜袁绍的初步信心。而郭嘉则在荀彧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维度，深化分析，提出了后世闻名的10胜10败论，从10个核心维度全面剖析曹操与袁绍的优劣差异。这不仅覆盖政治策略、
用人原则与军事能力更深入至领导人的性格特质、格局气度与内在修养，堪称当时最系统的曹袁实力对比报告。其以为道胜，袁绍拘泥于繁礼多仪的形式束缚，形势僵化；曹操则秉持体认自然的治理逻辑，善于顺应时势，灵活施策，更契合乱世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二为议胜，袁绍背离历史潮流，行事缺乏正当性根基；曹操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旗帜，占据道义制高点，更易获得天下人心的潜在认同。其三为制胜，汉末朝政因宽纵失序陷入混乱，袁绍却以宽济宽，加剧纪律废弛；曹操以严明法度纠正积弊，确立上下有序的治理体系，实现有效管控。其四为度胜，袁绍外事宽厚而内怀猜忌，用人时疑虑重重，核心职位多授予亲戚子弟，忽视真才实学；曹操外显简约而内具明察，坚持用人不疑，唯才是举，不论亲疏远近，凡有能力者皆予重用。其五为谋胜，袁绍虽多谋虑，却因优柔寡断屡屡错失良机；曹操则具备测定急行的决断力，应对局势变化时灵活自如，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权。其六为得胜，袁绍依托43公的家族声望，以虚礼空谈博取名誉，所吸引者多为浮夸无实之士；曹操以诚心待人，行事摒弃虚饰，忠诚正直，具备真才实学的士人皆愿为其效力。其七为人胜，袁绍的仁爱局限于表面，见人饥寒虽有同情之色，却忽视更广泛的民生疾苦，属妇人之仁；曹操虽偶有对小事的疏忽，却能立足天下大局，施予的恩惠往往超出预期，且思虑周全，落实到位，真正惠及百姓与部下。其八为名胜，袁绍麾下大臣争权夺利，谗言盛行，扰乱决策；曹操以正道驾驭下属，有效杜绝流言干扰，维系朝堂清明。其九为文胜，袁绍是非不分，赏罚标准混乱，难以服众；曹操明确规则边界，认可之事依理推行，反对之事依法纠正，实现制度层面的规范有序。其十为武胜，袁绍好恶虚事，缺乏对军事本质的理解；曹操深谙用兵之道，常以少胜多，战绩卓著，既获部下信赖，亦令敌军畏惧。这番论述绝非阿谀奉承之词，而是郭嘉基于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对诸侯的精准研判，以及对人性本质的透彻把握形成的系统性战略判断。他不仅消解了曹操的顾虑，极大提振了其信心，更关键的是为曹操集团确立了清晰的政治纲领与战略方向，明确了为何能胜、如何取胜的核心逻辑，实现了内部思想的高度统一。曹操听罢，虽谦辞未必能担当此等评价，但其言语间的振奋与认同已然溢于言表。尤为重要的是，郭嘉并未止步于理论层面的分析，他随即紧扣当下局势，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战略建议。如今袁绍正全力北上攻打公孙瓒，主力深陷河北战场，无暇南顾。我们正好可趁这个战略间隙，会师东征吕布。若此刻不先铲除吕布这一禁患，等袁绍击败公孙瓒，无后顾之忧后全力南下，我们将面临袁绍与吕布的两线夹击，届时腹背受敌，才是真正的祸患。这一番建议精准抓住了时局的关键，袁绍被公孙瓒牵制的时间窗口，更点破了吕布近在肘腋的威胁本质。吕布盘踞徐州，与曹操势力范围接壤，若不提前清除，未来与袁绍决战时必将成为心腹之患。郭嘉的谋划既兼顾了先除弱敌、
再抗强敌的逻辑，又规避了两线作战的兵家大忌，完全贴合曹操的战略诉求。这一建议与曹操的战略构想高度契合，当即获其采纳。会谈结束后，曹操由衷感慨：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而郭嘉不出营帐后，亦向有人坦言：真无主也。这种君臣出狱便一见如故，精神同频的契合，在汉末乱世中极为罕见，也为郭嘉此后11年间稳居曹操核心谋士之列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不久后，郭嘉正式被征召入司徒府，以参谋身份加入曹操集团。自此，这位蛰伏多年的鬼才谋士终于登上了汉末乱世的舞台，开启了他波澜壮阔却又英年早逝的参谋生涯。郭嘉投身曹操麾下后，凭借数次精准的战略预判，迅速跻身曹操最信赖的核心谋士之列。为让他更高效地参与军事决策，曹操于公元197年特意创设军师祭酒一职，祭酒亦为首席或资深者。这一职位并非东汉常规官僚体系所有，更像是为郭嘉量身定制的专属角色。不同于荀攸等侧重战术执行的军师，军师祭酒作为首席军师，直接隶属于曹操幕府，无需受品级束缚，却手握参谋帷幄的实权。曹操设此职的核心用意，是让郭嘉摆脱行政琐事的干扰，专心聚焦战略谋划。即便后来郭嘉病逝，曹操虽保留军师祭酒职位，但其职权已大幅缩减，更多偏向文书整理，足见这一职位最初的郭嘉专属属性。对郭嘉而言，军师祭酒的任命既是信任的见证，更给了他施展谋略的广阔舞台，而他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很快便在讨伐吕布的关键战役中，用一场扭转战局的谋划，彻底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公元198年9月，曹操决定亲征吕布。这位以勇武冠绝天下的军阀，此前多次与曹操争夺兖州、徐州，麾下更有高顺、张辽等精锐将领，早已成为曹操向东扩张的最大障碍。若能铲除吕布，不仅能扫清东部疆域的威胁，更能为未来与袁绍决战消除后顾之忧，此战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战役初期，曹军进展顺利，凭借兵力与战术优势，数次击败吕布，最终将其围困于下邳城，今江苏邳州一带。可下邳城垣坚固，吕布又率部拼死抵抗，致使曹军久攻不下，加之士兵经连日征战，早已疲惫不堪，士气日渐低迷，曹操心中不禁生出撤军之念，计划先休整军队，待时机成熟再卷土重来。就在战局焦灼，曹军人心动摇的关键时刻，郭嘉挺身而出，坚决反对撤军。他向曹操深入剖析局势，以历史为鉴，点明要害。昔日项羽历经70余战未尝败绩，却因缺乏长远谋略，一旦失势便身死国亡。如今吕布每战必败，锐气早已耗尽，内部既无可靠援军，部下也因长期被困而斗志涣散。相较于项羽，吕布勇武不及，处境却更窘迫。此刻正是趁他困厄，一举生擒的最佳时机，若撤军则前功尽弃。郭嘉的判断精准而果决，彻底坚定了曹操继续攻城的决心。不仅如此，在说服曹操不可撤军的同时，郭嘉还与荀攸一同提出引水灌城的破城良策。下邳地处泗水，以水交汇处，地势低洼，若引两河之水灌城，可借助自然之力快速摧毁城防工事，打破当前僵局。曹操当即采纳这一计策，下令士兵挖掘河道，引泗水，
以水之水灌入下邳城。没过多久，下邳城在洪水的持续浸泡下城防崩塌，吕布军内部也因粮草断绝，前景渺茫而滋生猜忌，军心彻底大乱。最终曹军顺利攻破下邳城，成功生擒吕布，彻底扫除了东部边境的威胁。经此一役，郭嘉谋定全局，兼顾战略研判与战术设计的能力展露无遗。他既懂把握战局关键，坚定主帅决心，又能结合实际地形提出具体破敌之策。此战之后，曹操对郭嘉的信任与倚重较此前更胜一筹，郭嘉在曹操核心智囊圈的地位也愈发稳固。讨吕之战的胜利让曹操东部疆域的威胁得以清除，但在这场战役前后，一段关乎未来格局的插曲悄然上演。此前，刘备因与吕布争夺徐州失利，走投无路之下投奔曹操。曹操为树立招贤纳士的声望，以贵宾之礼相待刘备，还任命他为豫州牧，给予极高待遇，希望借此吸引更多天下士人归附。但郭嘉却敏锐察觉到刘备身上潜藏的风险，多次向曹操提醒，刘备素有英雄之志，又深得民心，关羽、张飞更是能冲锋陷阵的万人敌，且对刘备忠心耿耿。以刘备的野心，绝不可能长期屈居人下，今日不除，他日必成祸患。古人说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正是这个道理。在郭嘉看来，刘备并非寻常归附者，而是兼具民心、武力与野心的潜在对手，留之必为后患。而此时的曹操正致力于通过尊奉天子拉拢天下士人，担心若诛杀刘备，会落下不能容忍的骂名，影响其他人才归附。因此，他虽认可郭嘉的担忧，却终究没有采纳诛杀刘备的建议，仍对刘备加以笼络。这一决策也为后来刘备脱离曹操、割据一方埋下了伏笔。曹操对刘备的宽容很快就迎来了危机。公元199年，割据淮南的袁术因势力衰败，粮草断绝，走投无路之下，决定北上投靠袁绍，计划从下邳渡过泗水与袁绍会合。一旦二袁合流，曹操将面临南北夹击的巨大威胁，局势将瞬间恶化。得知消息后，曹操当即决定派人截击袁术，阻止其与袁绍联手。此时，一直伺机脱离曹操控制的刘备敏锐抓住了这个机会，主动请缨前往下邳执行截击任务。曹操当时的注意力正全放在北方，袁绍已彻底消灭公孙瓒，尽收河北4州之地，正集结大军准备南下。官渡前线的防御筹备迫在眉睫，郭嘉与程昱也正随曹操在前线规划部署，无暇顾及后方事务。或许是出于对刘备的误判，或许是被前线压力分散了精力，曹操未加深思便同意了刘备的请求，派他与朱灵一同率军前往下邳。然而这次任命却成了放虎归山的开端。刘备率军抵达下邳后，截击任务虽因袁术中途病死而顺利完成，但他并未率军返回许都，反而趁机袭取下邳，杀死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公开竖起反曹大旗。当郭嘉与程昱从官渡前线赶回，得知曹操派刘备出征的消息后，二人当即大惊失色，急忙劝阻刘备素有野心，放走他必生变数。可此时已然太迟，刘备已控制下邳，甚至与袁绍暗中联络，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直到此时，曹操才追悔莫及，深深自责当初没有听从郭嘉尽早出刘的建议。刘备的反叛不仅让曹操平白多了一个强敌，
更让曹军在即将到来的官渡之战前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原本就严峻的北方战局变得更加棘手。面对刘备的突然反叛，公元200年正月，曹操决心迅速发兵征讨。然而，当时北方的巨无霸袁绍已经基本解决了公孙瓒，势力达到顶峰，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南方。曹操麾下的许多将领和官员都担心，如果主力东征刘备，袁绍很可能乘虚南下袭击许都，届时将进退失据。曹操自己也因此犹豫不决。关键时刻，曹操再次将目光投向了郭嘉，这位总能在复杂局势中精准破局的谋士。面对众人的担忧，郭嘉却展现出对对手心理状态的极致洞察力。他向曹操分析，袁绍性格优柔寡断，反应迟钝，且生性多疑，绝不会在我军东征时迅速做出反应，果断南下。而刘备则不同，他刚刚重新崛起，根基未稳，人心尚未完全归附，如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猛攻，必定能够将其击溃。把握住这个时间差，是先解决尽换刘备的唯一机会。若错过此时，等刘备站稳脚跟，与袁绍彻底联手，未来将面临更难破解的困局。这番分析不仅打消了众人的疑虑，更力排众议，促使曹操下定了决心。随后，曹操果断亲率精锐骑兵东征，全程行军隐秘且迅速。战局果然如郭嘉所料，曹军迅速抵达下邳，刘备军因毫无防备，人心涣散，根本无力抵抗，很快便被击溃。刘备仓皇逃往河北投靠袁绍，而袁绍虽接到刘备的求援，却始终在出兵与否上犹豫不决，最终错失了袭击许都的最佳时机。曹操仅用数日便平定东线叛乱，顺利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军撤回许都，全力筹备即将到来的官渡之战。郭嘉这料敌于先，抓准时机的谋划，不仅化解了曹操的两难困境，更以最小代价稳固了后方，堪称利用敌人性格弱点，把握战略时机的经典之作，也进一步奠定了他在曹操集团战略预判核心的地位。平定刘备叛乱后，曹操得以全力聚焦官渡前线。可公元200年4月，一则来自江东的急报又让局势陡然紧张。孙策已统一江东，正计划渡江北上偷袭许都。消息传来，曹军上下再度陷入恐慌，若孙策偷袭得手，许都危急，官渡防线将腹背受敌，此前的部署很可能彻底崩盘。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少将领甚至提出撤军回守许都的建议，连曹操也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数感到棘手。然而就在众人惶惧不安之时，郭嘉却异常冷静，他结合孙策的行事风格与江东局势，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大胆妄为的预测。他认为孙策虽然骁勇善战，迅速统一了江东，但其手段酷烈，诛杀了许多地方豪强，这些豪强门下不乏愿意效死力的门客。更重要的是，孙策性格轻率，行事张扬，缺乏必要的警惕和防备。他即使拥有100万大军，其个人安全也如同独行于中原一般脆弱。基于此，郭嘉断言，孙策必死于刺客之手，不足为惧。历史的走向再次以惊人的准确性印证了郭嘉的判断。孙策尚未渡江，就在丹徒狩猎时，被原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杀身亡。这一结果不仅彻底化解了许都的危机，更稳定了曹军军心，让曹操得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将全部精力投入官渡之战。可以说，郭嘉这次料事如神的预判，为曹操最终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
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础。官渡之战的胜利让曹操在北方的优势初步确立，但袁绍虽死，其残余势力仍盘踞河北、袁谭、袁尚兄弟分别掌控部分兵力，仍是潜在威胁。公元202年起，曹操乘胜进军，北上攻打袁绍的根据地邺城。郭嘉随军参与了黎阳讨伐袁谭、袁尚的战役，且连战连胜。胜利之下，曹军将领们士气高昂，纷纷主张乘胜追击，一举荡平二袁。可就在众人急于进军之时，郭嘉再次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深刻分析了袁氏集团内部的矛盾。袁绍生前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导致长子袁谭与幼子袁尚争夺继承权，二人各怀一心。且他们各自麾下又有郭图、冯骥这样的谋臣，为了自身利益，必然会怂恿加剧兄弟间的争斗。基于这一判断，郭嘉提出隔岸观火之计。若曹军此刻施加过大压力，二袁为求自保，反而会暂时放下矛盾，团结对外，增加我军平叛难度。但若我军假装将战略重心南移，做出要征讨刘表的姿态，减轻对河北的直接威胁，那么袁谭、袁尚之间的固有矛盾必然会迅速激化，进而爆发内讧。届时，我军再挥师北上，便可坐收渔利，轻松平定河北。曹操对这一策略深以为然，当即下令调整部署，率军南行。果然，公元203年，当曹操大军南行至西平时，袁谭、袁尚便因争夺冀州统治权彻底反目，爆发激烈火并。最终袁谭兵败，退守平原。在形势危急之下，竟派遣谋士辛毗向昔日的敌人曹操乞降。曹操顺势接受投降，随后率领大军调转北上，正式介入袁氏兄弟的争斗。河北战局自此脱离混乱，进入由曹操主导的新阶段，为日后彻底平定河北铺平了道路。借助袁氏内讧的有利时机，曹操的河北战事进展神速。公元204年，曹操利用袁氏内讧，回师攻克邺城。公元205年，又出兵讨伐被蒙的袁谭，并将其斩杀，彻底平定冀州。河北战局的接连胜利中，郭嘉的隔岸观火之计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被封为尾阳亭侯，迎来了仕途与荣誉的新高度。但郭嘉并未沉溺于军事胜利的荣光，反而敏锐察觉到河北统治的潜在危机。此时河北四周虽已归入曹操版图，却因常年战乱陷入根基悬空的状态。一方面，百姓流离失所，生计无着，对入城的曹军仍存戒备之心；另一方面，当地士人曾长期依附袁氏家族，对曹操的新统治心存疑虑，甚至暗藏抵触。在郭嘉看来，若仅靠军事镇压强行维系统治，短期或许能压制矛盾，长期必然引发新的动荡，唯有从人心归附入手，才能真正稳固河北。基于这一洞察，郭嘉向曹操提出了一条影响深远的治世之策，大规模征召河北四周的知名士人，授予他们省市属官等地方要职，让这些本土精英直接参与政务管理，以士人治世的方式安抚河北人心。这一建议的核心逻辑在于借地方名士的声望化解对立。这些士人在河北深耕多年，既有家族根基支撑，又在民间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他们归降曹操并参与治理，不仅能以本地人的身份快速稳定百姓情绪，消解对曹军的戒备，更能凭借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熟悉，为曹操提供接地气的治理建议，帮助制定贴合河北实际的赋税、民生政策，避免外来统治的水土不服。
曹操深知此策关乎河北长治久安，当即下令全力执行。他派人吩咐四周寻访当地有声望的名士，即便曾是袁氏旧部，只要具备真才实学且愿意为曹操效力，一律摒弃前嫌，予以重用。这一举措很快显现出显著成效，堪称三国版的千金事故。短短数月内，河北士人归附者络绎不绝，百姓对曹军的抵触情绪逐渐消解，地方秩序快速恢复。更重要的是，郭嘉这条着眼长远的征召士人之策，不仅为曹操稳固了河北这一战略根据地，更向天下士人传递了曹操求贤若渴，不计过往的诚意，为后来曹操广纳天下英才，构建曹魏政权的人才根基打下了坚实基础。河北四周的平定让曹操基本掌控了中原核心区域，但袁氏残余势力的隐患仍未根除。公元207年，袁绍次子袁尚、三子袁熙在接连战败后，率残部一路北逃，最终投奔了北方的乌桓部落，寻求庇护。这一投奔也让曹操的北方统治面临新的威胁。乌桓是当时北方实力最强的少数民族部落之一，其首领蹋顿与袁绍早有交情。袁绍生前不仅多次资助乌桓物资，更与蹋顿缔结军事同盟。如今既念及旧情，又觊觎中原土地，蹋顿不仅爽快收留了袁氏兄弟，更打算借二人的号召力，联合散落河北的袁绍旧部，伺机南下，成为悬在曹操北方的一把利剑。面对这一局势，曹操提出亲自率军远征乌桓，彻底铲除袁氏余孽的计划，却立即遭到了大多数部下的反对。众将的担忧集中在两点：其一，乌桓盘踞燕山以北，地域偏远且气候恶劣，不仅行军作战难度极大，漫长的补给线更难以保障粮草供应，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劳师远征、无功而返的困境。其二，荆州牧刘表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麾下更有刘备这样的枭雄辅佐，若曹军主力尽数北上，刘表很可能趁机派刘备偷袭许都。到那时，曹军远在千里之外，根本无法及时回援，恐将陷入远水难救近火的绝境，甚至动摇统治根基。就在众将争论不休，曹操也因后方隐患略感犹豫之际，郭嘉再次站出来力排众议，坚定支持远征计划。他先从北伐必要性切入，向众人分析，乌桓自是地处偏远，必然认为我们不会贸然进攻，防备松懈，这正是突袭取胜的最佳时机。更关键的是，袁绍生前对河北百姓和乌桓部落有深厚恩德，如今袁尚、袁熙尚存，仍能在河北唤起部分旧部响应。若我们此时放弃北伐，转而南征刘表，袁尚必会借助乌桓兵力重整旗鼓，届时蹋顿野心膨胀，联合袁氏旧部南下，青州、冀州恐将再次脱离掌控，此前平定河北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紧接着，郭嘉又针对众将最担心的后方安全问题，精准拆解了刘表与刘备的矛盾。刘表不过是个只会坐谈议论的庸人，虽占据荆州，却无雄才大略。他深知自己的能力无法驾驭刘备，若重用刘备，怕刘备势力壮大后难以控制；若轻用刘备，刘备又不会真心为他效力，甚至可能暗中积蓄力量夺取荆州。如此矛盾之下，即便我们倾全军远征乌桓，刘表也绝不会贸然派刘备偷袭许都，后方安全无需担忧。这番分析既点明了北伐的紧迫性，又打消了众人对后方的顾虑。曹操当即下定决心远征乌桓。公元207年夏，曹军正式北上，
当大军行进至易县（今河北易县）时，郭嘉又结合实际军情，提出了兵贵神速的具体战术建议。我们行军千里偷袭敌人，若携带大量辎重，不仅行军缓慢，还容易暴露行踪，让敌人提前设防。不如留下辎重，让大部队缓慢跟进，同时挑选精锐骑兵，轻装兼程前进，趁敌不备发动突袭，必能一举获胜。事实上，郭嘉这一轻装突袭建议的背后，还暗藏对地理与后勤的深层考量。当时从易县通往乌桓核心区域的常规路线傍海道，因夏季暴雨已被冲毁，若按原计划行军，不仅会延误突袭时机，还可能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军。曹操当即采纳郭嘉的计策，挑选数千精锐骑兵，舍弃所有非必要辎重，沿着崎岖险峻的旧道日夜兼程，秘密穿越燕山山脉，成功绕开了乌桓的正面防线。局势的发展正如郭嘉所预料，乌桓因势远无备，对曹军的突袭毫无察觉。当曹军突然出现在柳城附近时，蹋顿才仓促召集军队应战。此时的乌桓军既无充分准备，又因曹军的突袭陷入恐慌，军心大乱，根本无法抵挡曹军精锐骑兵的冲击，战局很快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混战之中，乌桓首领蹋顿被曹军斩杀，其他部落首领或战死，或被俘，失去核心指挥的乌桓军队彻底崩溃，士兵们纷纷四散逃窜。此役，曹军大获全胜，不仅击溃了乌桓主力，瓦解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更彻底斩断了袁氏残余势力的最后依托。袁尚、袁熙见大势已去，只敢率领少数亲信仓皇逃往辽东，投靠了辽东太守公孙康。至此，曹操不仅铲除了袁氏家族的最后余孽，还征服了北方最强的乌桓部落，一举解除了长期以来的北方边患。至此，曹操基本上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远征乌桓的大捷，不仅让曹操彻底扫清北方威胁，基本统一中原，更将郭嘉的谋略价值推向顶峰。作为曹操身边最核心的智囊，郭嘉的作用远不止于是否北伐、如何突袭等战略决策的建言，他对局势走向的精准预判，对人心向背的深刻洞察，乃至与曹操之间无需言说的战略共鸣，都令人惊叹。曹操曾多次对身边人感慨：“唯奉孝为能之孤矣。”这句话既是对郭嘉才华的极致认可，更藏着君臣之间超越寻常僚属的信任与倚重，足以见得郭嘉在曹操心中的特殊地位。然而，天妒英才，就在辅佐曹操取得这场辉煌胜利后，大军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回师的途中，常年跟随曹操南征北战，早已积劳成疾的郭嘉，又遭遇北方秋冬严寒的恶劣气候，不幸身患疾病，且病情发展极为迅猛，短短数日便已危重。曹操得知郭嘉病重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亲自前往郭嘉的营帐探望，握着郭嘉的手反复嘱托病情，又派人星夜兼程，四处寻访名医为其诊治。可即便如此，仍没能留住这位心腹谋士的生命。公元207年秋，当曹军回师途经涿郡（今河北涿州）时，郭嘉病逝于军中，年仅38岁。郭嘉的离世，对正致力于统一北方的曹操而言，是难以估量的沉重打击。他亲自为郭嘉主持丧事，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在葬礼上，曹操对着荀攸等核心谋士难掩痛心道：“你们的年龄都与我相近，唯有郭奉孝最为年轻。我本打算等天下平定后，将身后之事托付于他，
让他辅佐我的子孙稳固基业，可他却在中年夭折，这实在是命运不济呀。这番话既道尽了曹操对郭嘉英年早逝的惋惜，更表露了他早已将郭嘉视为托孤之臣的深层期许。在曹操心中，郭嘉本是能辅佐自己完成大业，甚至为子孙稳固基业的不二人选。如今这一规划却因郭嘉的离世彻底落空。为表彰郭嘉一生的功绩，曹操专门向朝廷上表，请求为其追加封赏。表文中写道：君祭酒郭嘉，自跟随我征战以来，已历11年。每逢重大议题，面对敌人复杂多变的局势，他总能提出独到见解，助我从容应对。许多时候，我的计策尚未确定，他已提前想到最优方案。在我平定天下的大业中，他的谋划与功绩最为卓著。可惜他英年早逝，事业中途而止。我追思他的功勋，实在难以忘怀。恳请陛下为他增加封邑800户，加上此前的封邑，共计1000户，以表彰他的功绩。字里行间满是对郭嘉谋略的认可与追念。朝廷随即批准了这一请求，还追谥郭嘉为真侯。真字取言行一致、清虚守节之意，既是对郭嘉一生辅佐曹操忠心耿耿的肯定，也是对他不慕虚名、专注谋略的高尚品格的赞扬。郭嘉的荣光并未随其离世而消散。曹丕继位后，追思郭嘉的功勋与德行，特意赐其子郭义爵关内侯。这一举措既是对郭嘉功绩的再次追认，更借优待功臣后人的姿态，进一步拉拢以颍川氏族为核心的谋士集团，巩固自身统治。到了公元262年，郭嘉更与夏侯惇、曹仁、程昱等曹魏开国核心功臣一同从祀曹操庙庭。尽管他因早逝未能参与赤壁之战、平定凉州等后期重大战事，从祀时间也晚于荀彧、贾诩，但这一荣誉仍明确了他曹魏开国功臣的核心地位，正是认可了他在曹操统一北方进程中的关键贡献。郭嘉虽英年早逝，未能亲眼见证曹魏政权的最终建立，更未能续写更多谋略传奇，但他在11年辅佐生涯中展现的顶尖智慧与赤胆忠勇，不仅帮助曹操扫清了统一北方的诸多障碍，从擒杀吕布、预判孙策之死到官渡定策、北征乌桓，每一场关键战役都离不开他的身影，更深刻影响了曹魏政权的建立与早期发展轨迹。这份君臣相得却天不假年的遗憾，也让他成为三国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谋士代表。郭嘉的一生似汉末乱世熔炉中淬炼出的一柄孤剑，剑身在时势的烈焰中迸发寒芒，却又在最锋利的时刻骤然折戟，留下一段天不假年的千古叹惋。要真正读懂这位被后世奉为鬼才的谋士，需跳出算无一策的表层标签，从他的谋略逻辑、君臣际遇、性格特质，乃至与时代的共振中，勾勒出一个立体而深刻的形象。他的谋略是以人性为棋谱的极致演绎。在曹操的谋士集团中，郭嘉的职能更偏向战略突击与危机应对，而非日常治理。荀彧负责战略规划与人才选拔，如制定先定河北、后图荆州的长期计划，推荐荀攸、陈群等；贾诩负责风险评估与战术细节，如官渡之战时建议偷袭吴朝，赤壁之战前建议安抚荆州，而郭嘉则专注于关键节点的破局，如破吕布时劝济公，征刘备时劝速击，平河北时劝缓攻，伐乌桓时劝轻袭，每一次都针对曹操犹豫、局势焦灼的时刻。
提供反常规却高效的解决方案。这种专解难题的职能定位，使郭嘉成为曹操最信赖的应急智囊，也解释了为何曹操在生死存亡之际，如官渡危局、远征乌桓时最依赖郭嘉。他不是规划路线的人，却是在岔路口选对方向的人。在三国谋士群体中，荀彧长于战略框架，为曹操规划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宏观蓝图；贾诩精于风险规避，每一步都在计算利弊的平衡点；而郭嘉独辟蹊径，将人心洞察化作最锋利的武器。他看袁绍，不只是看其地广兵强，更看穿其性迟而多疑的性格顾忌。这份迟缓与猜忌，注定会在关键时刻错失良机，因此敢力劝曹操先征刘备，后图袁绍。他看孙策，不只是看其席卷江东的威势，更看透其轻而无备的致命缺陷。诛杀豪杰埋下的仇恨，配上轻率独行的习惯，必然引致匹夫之刺，因此在官渡危局中稳定军心。他看袁谭、袁尚，不只是看其兄弟相争的表象，更看懂其继承权未定的矛盾根源。外部压力会让他们抱团，压力一松则必生内乱，因此提出缓攻以待其变的奇策。这些看似险招的谋划，实则是将对手的性格弱点、行为逻辑拆解到极致后的必然结论，如同一位棋手提前算透了对手的每一步落子。所谓出奇制胜，不过是对人性规律的精准运用。而十胜十败论更见其深谋，它不只是给曹操的打气宣言，更是对曹袁集团软实力的系统性拆解。从道胜的自然顺势到德胜的务实用人，从人胜的着眼全局到武胜的用兵如神，郭嘉精准提炼出曹操集团超越袁绍的核心竞争力。这份对事与人的双重把握，早已超越了军事层面，直抵政治博弈的本质。他与曹操的愈合，是乱世君臣精神共生的罕见样本。曹操一生多疑，对荀彧的王佐之才既倚重又忌惮，对贾诩的算无一策既信任又保持距离，唯独对郭嘉给予了近乎毫无保留的托付。史书记载曹操感叹，唯奉孝为之孤意，这份知远不只懂谋略，更是懂心意。当曹操因袁绍强而己弱心生疑虑时，郭嘉以10胜10败为他破局；当曹操因远征乌桓恐后方生变犹豫不决时，郭嘉以刘表庸弱、刘备难用为他定心；当曹操因士兵疲惫欲退动摇时，郭嘉以吕布气节可擒为他鼓劲。郭嘉总能在曹操思路尚未明晰的时刻，抢先一步抵达他的内心深处，正如曹操所言，臣策未决，嘉者成之。这种思维同频的默契，不是简单的君臣相得，而是两个同样务实、同样懂乱世规则的灵魂在战略层面的深度共鸣。曹操需要的不是固守儒家道德的清流谋士，而是能在乱世泥沼中找到出路的务实智者。郭嘉需要的不是空有虚名的庸主，而是能让他施展全部才华的真英雄。当郭嘉初见曹操后慨然感叹，此乃真主也；当曹操初见郭嘉后断言，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这份双向的认可，早已超越了功利层面的君臣，成为精神层面的知己。因此，郭嘉死后，曹操在赤壁大败时哀叹：“若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份痛彻心扉的悲叹，不是惋惜一位谋士的逝去，而是痛失一位能与他并肩看透乱世迷雾的灵魂战友。赤壁之败，败在曹操的骄傲自满，更败在无人能像郭嘉那样，在他得意时浇一盆清醒的冷水，在他决策时给出最精准的预判。他的不智行简，
是汉魏时风转型期的鲜活主角。陈寿在《三国志》中既赞他才策谋略，视之其事，也直言其不治行简，甚至被陈群多次弹劾行为不端。陈群弹劾郭嘉不治行简的具体事由，《三国志》未明载，但结合汉魏时风推测，可能涉及饮酒无度、不遵礼法。曹操对陈群的弹劾的态度是：虽知之，尤以重加。深层原因除郭嘉奇才外，更有政治考量。曹操此时正推行唯才是举政策，需要以郭嘉为范例，向天下士人传递不问德行，唯重才能的信号。郭嘉的不治行简与曹操的唯才是举形成呼应，成为曹操打破士族道德绑架、选拔实用人才的重要象征。面对非议，曹操却不以为意，反而更加欣赏郭嘉的率真洒脱。这种通脱的性格，恰是郭嘉能跳出常规思维的关键。在汉末儒家礼教松动、世风初起的背景下，郭嘉不拘小节的行事风格，与那些固守君子不重则不威的传统诗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不刻意追求道德完人的标签，更在意谋略的实效，不纠结于小节合规，更专注于大局的破局。这种实用主义的性格，让他在谋划时能摆脱道德枷锁的束缚，劝曹操杀刘备，不因仁义而手软；建议轻装突袭乌桓，不因稳妥而犹豫。正如曹操对陈群所言：“奉孝乃非常之人，不宜以常理拒之。”郭嘉的不检点，实则是乱世中重才轻德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在人命如草芥、道义如虚设的时代，能定天下的，从来不是温文尔雅的君子，而是洞悉人性、敢破常规的智者。这份通脱，让郭嘉的形象摆脱了谋士的刻板模板，多了几分鲜活的人味，也让他的谋略更具乱世气息的锋利。他的早逝是三国历史走向的蝴蝶效应起点。作为曹操统一北方最关键的战略引擎，郭嘉的计策直接推动了擒吕布、灭袁氏、定乌桓等一系列决定性胜利。若无他力劝先征吕布，曹操可能陷入袁绍南下、吕布在后的两线困境；若无他力主远征乌桓，袁尚、袁熙依托乌桓卷土重来，北方将永无宁日；若无他缓攻二袁之策，曹操可能在河北陷入长期拉锯，错失南下荆州的最佳时机。而他在38岁的盛年猝然离世，给历史留下了无尽的如果。若郭嘉在世，赤壁之战前，他能否看穿黄盖诈降的破绽？能否识破周瑜火攻的谋划？能否以其对人心的洞察，点醒骄傲自满的曹操？若郭嘉在世，曹操晚年的历嗣之争中，他会支持曹丕还是曹植？能否化解曹氏兄弟的权力倾轧？若郭嘉在世，司马懿的崛起是否会受到遏制？曹魏政权是否会避免高平陵之变的悲剧？这些假设虽无法验证，但曹操那句欲以后世属之的遗愿，以及他在赤壁战败后痛彻心扉悲叹，都指向一个残酷的事实：郭嘉的早逝使曹操在事业巅峰期失去了一面最重要的镜子。仅仅1年后的赤壁之战，曹操因胜而骄，战术失误，这些正是洞察人心、善于泼冷水的郭嘉最可能规避的。他的缺席不仅是情感上的损失，更是战略系统的一次致命崩溃。从这个角度看，郭嘉的早逝不仅是曹操个人的悲剧，更是曹魏政权乃至三国历史走向的隐性转折点。后世对郭嘉的追捧与重塑，本质上是对理想智慧与君臣愈合的永恒向往。在正史中，他是算无一策的奇佐；在《三国演义》里，他
他的形象被注入更多传奇色彩，成为鬼才的代名词。后来他更被推为三国第一谋士，其智慧被神化到近乎预知未来的地步。这种形象的流变早已超越了历史真实的国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承载着人们对已至胜利的渴望，对君臣相知的憧憬，对天妒英才的惋惜。但剥离这些文学渲染与后世想象，真实的国家不过是一位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死于乱世的谋略大师。他不完美，有不致行简的瑕疵，他不神话，所有奇策都源于对人性与局势的深刻洞察。他不刻意追求道德光环，只以定天下为终极目标。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骄傲。在武力决定一切的乱世，他用智慧证明了谋的力量，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一段智者改变时势的传奇。回望郭嘉的一生，38载的光阴，恰如他辅佐曹操平定北方的征程，短暂却浓烈，急促却深刻。他像一颗投入乱世浊流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不仅改变了曹操的命运，更影响了三国历史的走向。他不是儒家理想中的贤臣，却是乱世最需要的智者。他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却是最懂曹操、最懂乱世的知己。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人们记住的或许不只是他那些算无一策的奇谋，更是他与曹操之间那段跨越君臣的精神共鸣，是他在乱世中坚守以知破局的清醒，是他如流星般划过三国夜空时留下的那道照亮时代的璀璨光芒。这份光芒穿越千年，依然在提醒着世人，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预言，而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时事的精准把握，以及在混沌中找到方向的勇气与能力。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